起高鐵啊，梗係起公屋啦，起公屋，梗係起高鐵啦。起公屋啊！咁投票啊，投票啊好啊，怕你啊！一講到選舉投票，大家就會認為投票就最公道噶啦，多人投嘅咪當選咯，少人投嘅咪 out 咯，好簡單啫。實際上又係咪咁呢？2012年立法會地區直選港島區，投票俾非建制派嘅有17萬幾嘅選民，得到3個立法會議席；而投票俾建制派嘅有14萬幾嘅選民，反而就得到4個立法會議席。喺2012年全港5區入面，有3區都出現呢種反比例嘅情況。九龍東建制派嘅總票數超過12萬，得到3席；非建制派嘅總票數超過14萬，只係得到2席。新界西建制派嘅總票數超過21萬，得到5席；非建制派嘅總票數超過27萬，只係得到4席。今年9月嘅立法會選舉，反比例嘅情況會唔會再次出現呢？喺過去4年，建制派一直壟斷立法會，通過咗眾多備受爭議嘅議案同埋撥款。如果你想打破呢個壟斷嘅局面，投票使非建制派整體嘅議席達半，將立法會變成一個真正為民貼地，而唔係補貼權貴嘅地方。要贏呢場選戰嘅話，首先就要知道呢個遊戲規則究竟係點玩嘅呢？4年一度嘅立法會選舉將會選出70個議席，其中一半係功能界別，另一半直接由地方直選。立法會地區直選將全港分為5個選區，每區按人口計算，平均分配每區嘅議席。唔同嘅政黨都需要用名單形式參選，選民係投票俾整份名單，而唔係投票俾議員個人。比如一個選區選10個議席，該區總共投咗100張有效嘅選票，按比例，即係每個議席有10張選票就夠票當選啦。即係如果3張參選名單分別取得50票、30票、20票，佢哋就分別可以攞到5席、3席同埋2席啦。不過唔會每次嘅票數都係咁啱啱好嘅，例如 A、B、C 3張名單分別攞到57票、25票、18票，咁多咗出嚟又或者唔夠嘅票數，咁條數又點計呢？呢個必然發生嘅情況就會用最大餘額法，簡單嚟講，即係鬥多有剩嘅票。例如名單 A 用咗50票，分配得5個議席之後，仲剩翻7票。同樣，名單 B 同埋 C 分別用咗20票同埋10票，攞到2席同埋1席之後，剩低5票同埋8票。我哋按用剩嘅票嚟做第2輪嘅分配，由多至少順序排列。剩低嘅議席將會按呢個順序分配，換言之，呢2席將會分配俾餘票較多嘅名單 C 同埋 A。最後，名單 A 攞到6席，而名單 B 同埋 C 雖然票數相差好多，但係都係同樣攞到2席。咁選舉嘅實際情況又係點嘅呢？點解會出現反比例嘅情況呢？喺2012年嘅立法會選舉，港島區有14張參選名單，選7個議席。港島區嘅選民總共投出咗超過33萬張有效嘅選票，將有效票33萬幾除以7，每一席大概需要47000票先可以夠票當選。33萬幾張選票分別投俾14張參選名單，大部分名單都唔夠47000票呢個當選票額。喺第一輪分配，公民黨得到大約7萬票，首先贏得1席。到咗第2輪分配，依照其餘名單嘅得票數量，順序分配議席，票數最多嘅6張名單就得到餘下嘅6個議席，加埋公民黨之前贏嘅1席，最後7席入面，建制派得到4席，而非建制派只係得到3席。睇返公民黨贏得1席之後，剩返23000幾票，餘票非常多，不過都係未夠贏多1席。睇返2012年5區建制派各名單嘅得票率，一係票數超過得到1個議席多啲，啱啱夠贏；而一係就喺第2輪分配中得到剛好足夠嘅票數，贏得2席。反觀非建制派，有政黨嘅票數超過1個議席好多，但係又未夠得到第2個議席，又或者有政黨嘅票數差幾千票就夠票當選，餘票過多，又或者多票但係未夠當選，係造成選票同埋議席反比例嘅主要原因。唔想你嘅1票成為贏唔到議席嘅選票，就要有策略分析。面對建制派互相協調配票、種票、掌心雷、組團投票請食飯，呢啲都已經唔係秘密。我哋更加需要一個平台，
一個可信而又準確嘅民調，去俾選民參考，點樣可以策略性投票，達成平均投票，每票投得其所，將選票同出選議席嘅比例平衡。而雷動計劃就係當中提供協調同埋資訊嘅平台。睇緊 Facebook、睇緊電視、食緊花生之餘，不妨留意下唔同嘅民調，落街行一轉，投個策略票，選擇你認為最需要你一票嘅名單，投出你最有效嘅一票。唔好唔記得，嚟緊係4年一次嘅立法會選舉，策略性投出自己嘅一票，唔再俾建制派控制議會，攞返真正屬於市民嘅話語權。